1776年的巴伐利亚，理性主义、宗教自由和世界人权的新理想，与天主教会对公共事务的巨大影响相抗衡。在大西洋彼岸，一个新国家美国基于此发布了独立宣言，而在巴伐利亚，法学教授亚当·魏萨普尝试讲授世俗哲学，但仍然挫折连连。魏萨普决定通过一个秘密社团传播他的思想，这将让教会的意识形态缺点显露无遗。他称该秘密团体为光明会。魏萨普模仿共济会的模式，组建了其秘密社团。共济会原是中世纪晚期的一个精英石匠工会，已经从传统施工技术发展到普遍推广知识和理性理想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发展为半公开的排他性组织，会员包括许多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，还有精心设计的秘密入会仪式。魏萨普在加入共济会的同时，创建了自己的并行社团，并从他们的队伍中招募成员。他使用了在罗马奴隶起义中著名领袖斯巴达克斯作为自己的代号。早期成员组成了光明会的统治委员会。共济会成员巴伦阿道夫·科尼格男爵是光明会成员之一，他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招募者。在科尼格的帮助下，光明会迅速壮大，在共济会的几个分会中赢得了声誉，并纳入了共济会的仪式。到1784年，已有600多名成员，其中包括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政客。随着光明会的不断壮大，美国革命也获得了发展。托马斯·杰斐逊后来用魏萨普激励自己。欧洲统治者和神职人员担心自己家乡发生类似起义，同时，光明会的存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光明会和共济会成员都来自社会富裕精英阶层，这也意味着他们一直与宗教和政治组织成员有往来。政府和教会的许多人认为，这两个团体决心破坏人民的宗教信仰，但这些团体并不一定反对宗教，他们只是认为宗教应该与政府分开。尽管如此，多疑的巴伐利亚政府开始留下所谓的光明会成员的记录。伴随着光明会成员在地方政府和大学中担任重要职位，巴伐利亚公爵卡尔西奥多于1784年颁布了法令，禁止所有的秘密团体存在。尽管公开禁止表面秘密的东西似乎很难执行，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奏效了。成立仅9年后，该组织解散，他们的记录被没收，魏夏普被迫流亡。光明会解散之后，比起其短暂存在期，名声更加臭名昭著。10年后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保守派作家声称光明会在被放逐后幸存了下来，并策划推翻了君主制。在美国，传教士吉迪亚·摩尔斯提出了类似想法，认为光明会阴谋反对政府。但是，尽管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秘密组织策划了政治动荡，但没有证据表明光明会得以幸存，改头换面或转入地下。他们短暂的存在完好记录于巴伐利亚政府的档案中，依然活跃的共济会记录里，尤其在这两项资源的交叠部分中，此后再没有任何音讯。基于光明会推崇的理性主义精神，只能断定他们已不复存在。但促使魏萨普创立光明会的思想仍在传播，成为当今许多西方政府的基础。这些想法没有随着光明会而兴衰，相反，光明会是代表变革浪潮的一个社会团体，在其创立之时，变革浪潮也已形成，并且在其解散很久后，它还一直继续存在。通过观看这些视频，不断拓宽您的视野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